今天呢，分享一款实用性不强、教学性非常强、多分区，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。首先呢，我们斜向后偏水平，然后呢剪一个线条，这样方便定长度，也方便控制我们的质感。然后根据发量的多少，如果呢你想要质感强一点呢，就分厚一点。相对你觉得发量多的话，不需要质感那么强，分一层就可以了。对，剪了2个斜方，要保留中间的角，因为呢脖颈是偏粗的、偏宽，所以2个斜方呢也是可以起到收紧的功能。这样同时呢有一些质感，我们剪了2层，因为发量比较偏细软。那这一片呢斜向后去剪圆，做一个轻堆积。那这片的长度很重要，就是剪完之后落位下来呢，矮垂要露出来，斜向后。那中间的头骨比较宽，所以呢我们剪圆形，饱满度呢适中，我们剪的轻堆积。如果头骨比较扁平呢，纵向空间我们可以堆得重一些，所以我们堆积的角度也会随着头骨的饱满度选择变重或者变轻，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每个头骨不一样。那左右两边剪圆呢，也是为了头骨宽收紧的功能。注意呢，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不要去破坏底下的长度以及质感，这样呢，一开始的目的完全未保留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这一片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90度、75度轻堆积，就是这一片的长度落下来呢，我们要把矮垂露出来，盖一半，这个长度是很关键的。同时呢，我们得到一个收紧的圆。很多伙伴就在想，为什么脖颈粗短，为什么不用圆形进行收紧，用斜方？因为今天的风格是要剪出偏酷感的感觉，所以我们丢弃圆形，用斜方收紧，更加体现风格。对的，这样呢交叉形成对角，就把中间的这个圆堆积呢就剪好了。注意看一下十字交叉，这样把多余的剪掉。好，这一片呢我们强调矮垂要露出来是90度，大家看好啊。然后借后面的长度，不借后面的导线，后面往前带，剪2片到侧角点，然后这样矮垂就出来了。再通过导线剪 A 技术，剪一个方形，然后次分区1点放射，再以不破坏外线把我们量感收紧，这样从前面看呢，脸型就不会宽。注意，我再强调一遍，那垂直分区是后面带前面，切口与地面垂直，把矮垂剪出来，借后面的导线，不借后面的量感，再去剪 A 技术，这样有质感，是一个方形放在颧骨，对的。然后呢，再次分区变成1点放射，剪去除技术，这样呢，既可以收窄脸型的宽度，又可以保留外线的质感，体现今天的风格。注意看好这一片呢，前侧点切口稍微高一点，否则会把我们的方外线剪缺。那再到我们刘海，这等于是前面的一个方形，发片与地面平行，切口与地面垂直。那这边是左右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会1带 I 是原位打开脸型的，大家注意看，不是I带1。因为呢，我想要去得到一个直线的刘海，如果剪方形会得到类弧的外线，不吻合风格，把脸型打开。注意看好啊，这等于是一个圆柱形，切口就会中间长两边短。后面呢，我们去剪一个斜方，注意头位高低，我们跨过黄金点，这样等于呢是一个反曲线，同时呢是一个斜方的状态，不丢失饱满度，这样更加动感。看好啊，而且放下来本质不连接会形成视觉连接，这样的一个腰线会比较的直，因为跟风格有关系，所以不建议用均等去除。顶部呢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借后面的长度去做一个顶部方，也就是180度切口与地面水平，1点放射，更容易呢自然落位，还原度更高。导线是跟后发的，所以不需要考虑移位，看清楚导线，剪一个顶部方。这个头呢总共剪了8个方，所以教学性非常强，可以独立去思考，所以也非常挑顾客、挑发型师，非常具有教学性。那我们1点放射剪完之后，我们最终呢横向去检查打磨一下，看一下切口，还原度更高。
然后呢再用牙剪呢去把整个发尾简单的过渡一遍。在直播间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样剪完之后，刘海呢是可以比外线更长的，所以最终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刘海，我们做了2个处理，分成2半，一般呢是小点剪，体现质感的，另外一边呢我们是利用滑剪去把它做掉的，进行一个创意的碰撞。另外一边注意看好啊，我们是没有把它削掉的。那外线呢，今天体现质感类的，建议干净一点，整洁一点，需要有质感，所以把不干净的把它切掉，是不连接的，更有包裹性。另外一边呢，我们长度保留的，然后用削刀的方式划掉一些，保留这2边的不对称，对的，让我们的东西更有可能性。那再把还原分区呢，里面呢看好有三角的形线往前推动包裹脸型，同时底线又在，我们直进直出去稍微打磨一下，保留结构。外线呢再去把它质感做得更干净一点。最终呢我们看一下啊，头发的动感区呢非常动感，我们看一下成品。所以呢希望呢对你有所吸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一起加油。